西藏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不仅有着美丽的风景，还有着众多的谜团，如大峡谷中有没有瀑布，有多少？大峡谷是如何形成的？大峡谷中又如何会有西双版纳呢？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得出结论，但仍然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考证。流经西藏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深度长度峡谷。大峡谷北起米林县的大杜卡村，南到墨脱县巴西卡村，长1000米，平均深度5000米，最深处达6009米。整个峡谷地区冰川、绝壁、陡坡、泥石流和巨浪滔天的大河交错在一起，环境十分恶劣，许多地区至今仍无人涉足，堪称地球上最后的秘境，是地质工作少有的空白区之一。大峡谷具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带等9个垂直自然带，聚集了多种生物资源，包括青藏高原已知高等植物种类的2/3，已知哺乳动物的1/2，已知昆虫的4/5，以及中国已知大型真菌的3/5，堪称世界之最。在大峡谷入口处的派乡转运站，海拔为2800多米，拐了几个弯流到墨脱海拔，却已经只有几百米，江水流速最快竟达16米每秒以上。这条世界最高的大河，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南麓海拔5590米的杰马央宗冰川，一路深切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缝合线及太平洋板块与印度板块缝合线，最后造就的这个绿色峡谷，的确是一个值得举世瞩目的奇迹，留给人类的也不仅仅是整个雅鲁藏布江中最复杂最险恶的谜中之谜。对于这一现象，科学家们提出，为什么同一山脉的两端会有2座山峰遥相呼应的对峙着？为什么这种对峙又几乎对称的被2条大河深切成马蹄形大拐弯峡谷？这是大自然偶尔为之，还是深藏地壳运动规律？然而，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谜团却远远不止这些，如大峡谷到底有没有瀑布？有的话有多少？有多大？大峡谷最深处在哪里？最深值是多少？核心地段的平均深度是多少？大峡谷究竟有多长？入口处和出口处在哪里？大峡谷中有几个瀑布？它们的具体位置、宽度、落差是多少？大峡谷江面宽度的变化趋势怎样？江面坡量是多少？这些都是中外科学家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大峡谷的命名，1998年10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世界最大峡谷科学定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罗马字母拼为 Yarludzanbu-Daxiago， 简称大峡谷。1998年10至12月，中国人首次完成了对世界最大峡谷的徒步穿越和多学科的科学考察，进一步从测绘、水文、地貌等方面综合论证和对比，再次确认大峡谷为世界之最。弯弯曲曲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大峡谷形成的原因，最新地质考察获得的证据表明，大峡谷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该地区存在着软流圈地幔上涌体，形成的地质特征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基本相似。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地幔上涌体可能是大峡谷水系通道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可能是以该地区为中心的藏东南成为所谓气候启动区的原因，还可能是该地区生物纬向分布北移3度至5度的重要原因。大峡谷是否有瀑布群？雅鲁藏布大峡谷河床上究竟有无大瀑布存在？这一问题曾引起诸多科学家和探险家的关注。俯视雅鲁藏布大峡谷，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关志华、杨义筹等人第一次进入大峡谷做多学科的综合科学考察。1973年，他们从下游的西让逆江而上，到达峡谷拐弯的顶端扎区。1974年，从米林县的派区进峡，到达峡谷腹地的白马狗熊围对白马狗熊到扎区甘带间这100千米河段未能做沿江考察。考察中见到峡谷中有多处跌水积滩，但未见到河床瀑布。他们做了多次实地访问，当地门巴、珞巴和藏族人都说，1950年以前大峡谷腹心的确有过河床瀑布，并有瀑布的详细描述。但是在1950年8月15日墨脱级大地震之后，山河面貌为之巨变，峡谷中大瀑布亦不复存在。
他们此后就没有再去过。直到1998年10月29日至12月3日，中国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队对大峡谷全程进行徒步穿越。通过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证实和发现了4组大瀑布群的存在，其中3个大瀑布高度30至35米，宽度50至118米，为世界主干河道上极为罕见的现象。这一河段河流坡降度达到23，为世界之冠。大峡谷的4大瀑布群的主体瀑布依次是藏布巴东1号瀑布、藏布巴东2号瀑布、丘古都龙瀑布和荣扎瀑布。藏布巴东1号瀑布落差35米，宽62米，处在雅鲁藏布江主干河道上。雅鲁藏布江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 S 型的锐角状急拐弯，瀑布正好在 S 型拐弯的弯部开始部位。这里雅鲁藏布江主河床本来是朝东北方向前进的，结果由于这个拐弯，使瀑布不对着东北方向，而转向西北方向。沿雅鲁藏布江顺流而下，大约600米之后，在 S 型拐弯末端又出现了第2个主体瀑布，竟然和上游第1个瀑布呈平行状态的布局。藏布巴东2号瀑布是雅鲁藏布江这些瀑布群里瀑布面最窄、流速最急的一个，它的落差为35米，宽35米，在瀑布落下的地方，其宽度骤然缩小，最窄处只有4米左右。瀑布下跌的水拍击石壁，响声如雷，拍打的水花在接触岩壁的瞬间，立刻幻化成一团团的水雾。从正面看去，瀑布竟全为水汽所笼罩。瀑布落下去后，在前面10多米的河床上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深潭，满潭的水花翻腾，颇像装满了的牛奶。同时，大峡谷在这三角形深潭处又形成了一个直角形的拐弯。丘古都龙瀑布的最大者相对高差15米，宽40米左右。主体瀑布上下600米的河床上还发现有3处2至4米高的小瀑布和5处跌水。主体瀑布南岸陡壁上有一条宽1米、长50米的河岸瀑布如皮面挂下。荣扎瀑布群距大峡谷拐弯顶端破龙藏布汇入口以下简称顶端约6000米处的干流河床上，地理位置为北纬29度51分，东经95度95分，海拔1680米。瀑布群共有7级，最大瀑布相对高30米，宽50米，在相距200米之间，总落差100多米。揭秘大峡谷内的彩虹瀑布，英国探险家沃德于20世纪初进入了大峡谷地区，在沿江行进时，突然看到了一条巨大的瀑布，恰巧当时瀑布的上空悬挂着一道巨大的彩虹，于是他就将此瀑布命名为彩虹瀑布。他把这一切都完整的记录在他于上世纪20年代初出版的书中，并且附上了照片。但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近百千米的无人区，是否在雅江江面存在着一条瀑布，这个谜萦绕着科学界和探险界已有多年，至今仍无结果。首次徒步穿越大峡谷，众所周知，雅鲁藏布大峡谷内危险重重，要徒步穿越非常困难。然而，还是有人敢于挑战危险。1998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由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登山队员组成的科学探险考察队，历时40多天，穿行近600千米，在深山密林、悬崖陡峭、水流湍急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开展了一场艰辛的科学探险考察活动，获取了大量科学资料，领略和探索了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奇观，实现了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历史壮举。徒步雅鲁藏布大峡谷是探险者的追求。大峡谷有何特点？雅鲁藏布大峡谷虽然危险，但其中美丽的风景让无数人折服，而且它也有着独特之处。一最直观醒目的形象，以峡谷围绕着南迦巴瓦峰做了个奇特的马蹄形大拐弯。高峰拐弯的峡谷构成一种自然奇观，这在世界峡谷河流发育史上是罕见的。实际上，大拐弯峡谷是小的拐弯一个套着一个，深的峡谷一个叠着一个。雅鲁藏布大峡谷使人叹为观止。二拐弯的大峡谷切开了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巨大地形屏障，使南面的印度洋暖湿气流得以深入高原内部，于是
大峡谷成为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汽通道。据大气物理测试，其水汽通量的强度竟同夏季自长江以南向北输送水汽的强度相当。充足的水分和热量导致广大藏东南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而独具特色，沿水汽通道热带山地的环境向北伸6个纬度，达到北半球水平分布的最北线和垂直分布的最高线。大峡谷的测量成果有哪些？雅鲁藏布大峡谷是无数位探险家为之向往的地方，因此有不少人曾对它进行过测量。其测量成果主要包括：一是测南迦巴瓦峰高程为7787米，参考基准为 EGM96 全球水准面模型，原地图注记为56黄海高程7782米。雅鲁藏布大峡谷两岸的河床：雅鲁藏布大峡谷二实测加拉白垒峰高程为7257米，参考基准为 EGM96 全球水准面模型，原地图注记为56黄海高程7294米。三峡谷长度1000米，派乡转运站巴西卡。四峡谷最深值6009米，位于7787米南迦巴瓦峰与6050米里勒峰之间的宗荣村。五峡谷单侧最深值7057米，位于德格村。相对于南迦巴瓦峰，六峡谷平均深值2268米，千米峡谷内的平均深度。七峡谷核心地段平均深值2673米，派乡转运站西让间250千米峡谷。八南迦巴瓦峰与加拉白垒峰之间的深度值4817米。九在多吉帕木谷地坡降1000米长35至70米宽的基岩深槽河道内平均坡降。十大峡谷核心地带250千米的平均坡降达派乡转运站西让。11峡谷江面最窄处35米。12大峡谷核心地带250千米，江面平均宽度113米。13洪水期间的水位比枯水期间相差达15至21米。14实测平均江水流速米秒，实测最大流速6米秒。15古代河道的痕迹要比现在高出157米。大峡谷丰富的资源。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是西藏自治区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地区维管束植物约3500余种，其中有利用价值的经济植物不下1000种，具体特分为药用植物、油料植物、纤维植物等。特别要提到的是高山杜鹃，因为大峡谷的高山灌丛主要由长绿杜鹃组成，这一区域内有154种杜鹃，占世界杜鹃总种数约600种的26%。到了春天，漫山遍野变得姹紫嫣红，煞是漂亮。大峡谷地区茂密的森林及高山灌丛草甸，栖息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其每到春夏季节，雅鲁藏布大峡谷两岸也充满了浓浓的绿意，中不少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如皮毛动物水獭、石雕、云豹、雪豹、青山、白鼬、豹猫和小熊猫。药用动物马麝、黑熊、穿山甲、鼯鼠、蛇蜥、银环蛇、眼睛王蛇。医用动物猕猴。观赏动物长尾叶猴、棕颈犀鸟、红胸角雉、红腹角南、排桃鹦鹉、大飞胸鹦鹉、蓝喉太阳鸟、火尾太阳鸟、红嘴相思鸟、白腹锦鸡、藏马鸣、黑颈鹤、蟒蛇和羚羊等。但由于遭到长期大量捕杀，许多动物已濒于灭绝。大峡谷的世界之最经科学论证认定，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在派乡转运站，出口处在巴西卡村，实际长度为1000米。其最深处于南迦巴瓦峰和里勒峰，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宗荣村，谷深6009米。单侧峡谷最深处在的歌村附近，谷深7057米。大峡谷平均深度为2268米，核心地段平均深度为2673米。拥有多项世界之最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测绘数据还显示，大峡谷江面宽度从入口处的660米逐渐收敛至最窄处的35米，江面最大坡降度、河段高程差与距离之比为。据水资源专家分析，这也是世界之最。从上述各项定量特征数据看，雅鲁藏布大峡谷有很多的世界之最，如它是世界其他大峡谷，如美国的长370千米，
深2133米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秘鲁的长90千米、深3200米的科尔卡大峡谷所无法比拟的。测绘专家还精确测定了新发现的4组大峡谷瀑布群的宽度和落差，其中最宽的藏布巴东瀑布宽米，落差最大的白浪瀑布高达35米。西藏为何会有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在云南，可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什么也会有呢？在西藏，为什么拥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藏东南成为一片绿洲，以致是地球上体现生物多样性不可多得的地区之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等提出的水汽通道理论，便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钥匙之一。在一些阴雨天气里，如果伫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谷坡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自然奇观：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在谷底发出隆隆巨响，一泻千里，而浓重低垂的暖湿云团却有如游龙般沿峡谷逆流而上。湿云遇高山顺山势抬高，与高山冷空气交汇凝结，便哗哗落下一场大雨。之后，湿云在沉入谷中，顺主流峡谷或支流峡谷继续西行或北行，在各处降下丰沛的雨水。暖湿云团在雅鲁藏布江峡谷地区的频繁出现，使它经过或到达的地方形成暖湿气候。于是，地处北纬30度的一共出现茶场，地处东经94度的米林以东江畔长有不尽的桃林。帕隆藏布江日夜急流滚滚，藏东南到处林木繁茂，因此优越的水热条件使这里的植物生长得高大茂密，覆盖率达90%以上。一些世界珍稀植物如梭罗，又称树蕨的，随处可见。这里具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带等9个垂直自然带，在不同高度的垂直自然带里，景观各异。进入大峡谷，必经海拔4200米左右的多雄拉山。7、8月份是菊科、报春花科的细小植物最为繁茂的季节。从多雄拉山向下走，先看到的是高山灌丛草甸，这里的灌丛以杜鹃为主，草甸的种类则比较丰富，有龙胆、圆醉鸟、报春花和垂头菊等。再向下走，就会进入高山、亚高山长绿针叶林，这些针叶林以冷杉居多，林中还生长着杜鹃、忍冬、夹迷、五家等灌木。继续往下就进入了山地常绿、半常绿阔叶林带。青冈树是半常绿阔叶林中的霸主，这种树上的附生植物十分发达，主要是攀援植物和空竹等藤本竹类。这里的苔藓遍地都是，紧紧的包裹着每一棵树。继续下行，将到达低山河谷，进入季风雨林带。季风雨林带里生长着高大的乔木，如千果懒人、阿丁枫、天料木等。在这些大型乔木之间，印度考、葡萄、后壳桂、粘果榕等稍矮些的乔木相互交错。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野芭蕉、逛廊和鱼尾葵，以及原始古老的梭罗。藤本植物在这些林下四处攀援，白藤、扁担藤等长势良好，各种兰科植物、水龙骨、鸟巢蕨、冬叶、艳叶姜、楼梯草随处可见。此外，在这里还蕴藏有很丰富的资源植物，如有一种名叫油瓜，或称猪油果的大藤本植物，其果实可采来榨油或生食，它的种仁含油量高达72%、77%，是一种很有引种驯化价值的野生油料植物。还有一种乔木叫马蛋果，它的果实含油量也很高。淀粉植物则有各种属于和连座蕨，以及被誉为糌粑树的青棕和各种栗类树木的壳斗果实等。至于林类的热带药材也有不少，像过去只知广东、云南等省才有的砂仁，这里也较普遍的被发现。还有果实可用来制作治疗肾炎的藏药科藤子和可治心脏病的漆树科无盐果及预防疟疾的三苔花等。可喜的是，这里的生态环境还是以引种金鸡纳、咖啡、芒果、菠萝、香蕉等热带经济作物和水果。由此可见，这里不愧是西藏的西双版纳，与云南的西双版纳是可以媲美的。